一个足以影响整个加密货币格局的大事件，那就是 Pi Network 正在迎来的历史性转折点。我知道很多老朋友从2019年开始就一路跟随，也有不少新朋友是最近才接触到 Pi Network。但无论你是老先锋还是刚刚加入的探索者，相信看完今天这期内容，你都会对 Pi Network 的现状、未来方向以及它在全球金融变革中的意义有一个更清晰、更立体的认识。Pi Network 的独特地位，从草根到全球舞台。在当下飞速发展的去中心化金融领域，项目层出不穷，热度此起彼伏，但很少有哪一个能像 Pi Network 一样真正点燃草根力量的参与感。我们都知道，比特币在2009年开辟了区块链的第一个篇章，但门槛高，资源集中，普通人很难直接受益。而 Pi Network 从一开始就把可访问性放在首位，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参与，这彻底降低了区块链世界的进入门槛。在短短几年里， Pi Network 社区已经扩展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用户突破数千万级别，这样的规模在整个 Web3 领域都极其罕见。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背后代表着无数个真实的人，每天点开手机挖矿、参与节点、构建生态的真实行动。这种去中心化的人力网络，正是 Pi Network 最大的财富和优势。更关键的是， Pi Network 始终坚持公平分配和道德分发的原则。不同于很多靠资本堆砌起来的项目， Pi Network 的价值来源于每一位先锋的贡献，无论是早期的点击挖矿，后来的 KYC 验证，还是建设生态应用，这些都让 Pi Network 的发展带有鲜明的社区烙印。全球金融格局的转折，机构开始松口。我们把视线拉大一点，就会发现 Pi Network 的发展恰好踩在全球金融格局巨变的节奏上。就在不久前的经合组织全球金融市场圆桌会议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主席保罗·阿特金斯公开承认，加密货币时代已经到来。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它的分量极其沉重，因为这意味着在最高层次的国际金融讨论中，数字资产不再是被排斥的边缘概念，而是被当作现实存在的核心话题。要知道，过去10几年里，主流金融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大多采取的是谨慎甚至敌对的态度，强调风险，强调投机性，几乎没有哪位重量级人物会直接承认它的地位。而这一次来自 SEC 的公开表态，代表着制度认知的转变，更可能意味着未来政策的逐步松绑。对于 Pi Network 而言，这不只是一个宏观利好，更是一个重要的背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强调合法合规、强调社区治理的项目。一旦监管态度从阻挡转向融合， Pi Network 的优势就会被无限放大。制度认可与市场合法性， Pi Network 的机遇。 SEC 主席的发声并不是孤立事件，我们已经看到，从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的试点，到加密资产税收框架的修订，再到欧洲、美洲、亚洲陆续出台的合规政策，全球范围内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抵制的声音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探索如何将其纳入现有体系。这种变化直接增强了 Pi Network 的合法性，因为 Pi 从来就不是一个试图与现实金融体系对抗的项目，它的定位是桥梁，一方面保持去中心化和社区驱动的精神，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找与主流经济体系的契合点。举个例子， Pi 的 KYC 验证机制就是为了保证一人一账户，避免多账户作弊。这不仅维护了分配的公平性，更让其未来能够顺利接入合规的金融通道。相比很多匿名项目， Pi 的路径显然更符合监管的长期方向。所以当制度逐渐放开， Pi Network 不仅能顺利获得合法性，还会因为早早的布局和坚持，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合规型去中心化网络。先锋的累积成果，从日常到历史时刻。
对于数千万先锋来说，这些年的坚持正在迎来收获的时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每天点一下挖矿看似微不足道，但正是这种长期积累让社区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随着开放主网的临近， KYC 完成的用户将能够真正使用钱包转账，接入 DApp， 实现商家支付。这意味着 Pi Network 终于要从潜力走向现实，从承诺走向落地。这一步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升级，更是象征性的转折。它告诉所有人，过去几年的努力不是白费，真正的应用场景正在逐步展开。更重要的是， Pi 的回报并不是短期投机，而是基于时间、信任和贡献的累积结果。这与那些一夜暴涨、一夜归零的代币完全不同。Pi 的成长路径注定是一条更稳健、更具可持续性的道路，构建真正有用的去中心化经济。如果说过去几年 Pi Network 更多是在搭建基础设施，那么接下来它要展现的就是实用性。PiCoin 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纯粹的投机工具，而是要作为交易媒介，流通在去中心化应用、点对点交易、商户支付的生态中。开发者正在构建多种 DApp， 从身份验证工具到支付网关，再到小型电商平台，逐步把 PiCoin 融入日常生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有商家开始尝试接受 Pi 支付，结合官方提供的 API 和支付接口，降低了集成门槛。这些尝试虽然规模还不大，但它们证明了 Pi 的实用性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纸上谈兵。换句话说，实用性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当下的任务。这点也是 Pi 和很多空喊口号的项目最大的不同。Web3 协调与社区治理，以用户为中心。进入 Web3 时代，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去中心化治理和用户赋权。在这方面， Pi Network 的模式非常契合。它不仅在技术层面提供去中心化身份、跨链户操作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在治理层面采用了参与式的社区决策机制。用户能够对平台的发展重点提出意见，甚至投票决定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 Pi 的未来不是由少数人拍板，而是由整个社区共同塑造。这样的模式不仅提高了透明度，也增强了用户的归属感。Web3 不仅仅是技术升级，更是一场文化转变。它强调用户中心化，而 Pi 正是这一转变的先锋。它的设计逻辑就是要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有话语权，都能在数字未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开放主网战略转折点。随着开放主网的到来， Pi Network 正在迎来它最重要的战略拐点。技术层面，它将全面支持钱包、转账和应用运行；生态层面，它会吸引更多开发者、商家和机构伙伴的加入；战略层面，它会从一个潜在项目转变为真正的经济网络。这个阶段的可见度和普及度将直接决定 Pi 的未来高度。越多的真实交易，越多的应用落地，就会带来越强的信任感和网络效应。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一步。安全与信任 ，Pi 的核心竞争力。在所有区块链项目中，安全都是最关键的命脉。Pi Network 在这一点上做得极其扎实。它采用先进的加密协议、去中心化验证机制以及严格的 KYC 流程，保证一人一账户，防止欺诈行为。用户的数据和资产得到了保护，这种安全感和信任感是大规模应用的前提条件。毕竟，只有当用户相信自己的资产是安全的，才会真正把它用起来。这也是为什么 Pi 能够逐渐赢得广泛认可的根本原因。蓄势待发，加密货币时代的共鸣。回到开头提到的 SEC 主席声明，加密货币时代已经到来。这不仅仅是一句政治正确的话，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信号。它告诉我们，加密货币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而 Pi Network
正好用过去几年的努力做了充分的准备。它有庞大的社区，有稳定的生态建设，有清晰的发展路线图。可以说，它和时代的节奏完美契合。对所有参与者来说，Pi 不再只是一个虚拟的梦想，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现实。它邀请你不只是以矿工或投资者的身份加入，而是以去中心化未来的共同建设者身份参与。胜利的果实不是留给投机者的，而是属于那些一路坚持、建设、贡献的先锋。Pi Network 的历史时刻，朋友们，当我们回顾 Pi Network 的这段历程，就会发现它已经从一个手机上的小应用成长为一个全球数千万人的共识网络。而今天，它正站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制度逐步松绑，全球认可度上升，另一边是开放主网即将落地，实用性不断增强。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意味着 Pi Network 的新时代正在展开。对于你我来说，这不仅是见证历史的机会，更是参与其中、分享成果的时刻。所以，我想说 ，Pi Network 不仅已经准备好，而且正在全力崛起。未来，它有机会真正重新定义 Web3 时代的财富创造方式。问题不再是 Pi 能不能成功，而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它的成功。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价值，记得点赞、评论、转发，让更多人加入讨论。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